完了，王健林也被限高了。曾经那个口口声声说先定一个小目标，先挣他1个亿的老王，如今成了人人嘲笑的老赖。1个亿对他来说，曾经只是开玩笑时的调侃，而今天几十亿、上百亿的执行金额，像一张天罗地网，把他和万达死死套住。命运真的会开这样的玩笑吗？10年前还在北京长安街边上挥斥方遒的首富，如今被法院明令禁止坐飞机、住5星级酒店，子女不能读高收费私立学校。他的人生从全球最大地产帝国掌门人，沦为失信被执行人，像一部跌宕起伏的荒诞剧。这不是偶然，这是时代的必然。2016年，王健林在央视节目上那句先挣他1个亿，一度成了全中国年轻人调侃和模仿的金句。那时的万达市值数千亿，手里握着全国几百个万达广场，影院、酒店、旅游、文娱帝国全面开花。然而8年过去了，这句玩笑话却成了最残酷的讽刺。公开数据显示，2025年仅大连万达集团就被法院限制高消费，涉及金额超过52亿元。自2023年以来，万达陆续出手超过30座万达广场，2025年又不得不甩卖7座广场。截至2024年9月，万达商管1年内到期的短债高达439亿元，而账面货币资金只有151亿元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即便把王健林的1个亿攒上千次万次，也填不上债务黑洞。有人说，这就是房地产行业的宿命。恒大倒下，碧桂园躺平，融创苟延残喘，今天的王健林不过是又一个站在时代十字路口的祭品。王健林的金句太多了，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，先定一个小目标，先挣他1个亿。这些话当年被无数创业者奉为圭臬，被年轻人当作段子转发。可如今，这些成功学的标语在现实面前显得何其苍白。因为事实是，万达集团股权被冻结47次，几乎所有子公司都在债务漩涡中挣扎。万达地产集团单独就有423条被执行人信息，被执行总金额高达18.4亿元。截至2025年9月，整个万达系被执行金额累计超过70亿元。如果胆子大真能解决问题，那么今天被限制高消费的就不会是王健林。首富头衔再耀眼，也挡不住法院的一纸执行令。这几年，王健林一直在努力轻资产转型。他卖掉万达电影，卖掉文旅项目，甚至连标志性的万达广场也一座座甩给国资和其他地产商。有人说他是聪明的，知道提前抽身，但更讽刺的是，真正抽身的是背后的资本和权贵们。当初多少地方政府为了一个万达广场端着茶杯笑迎王健林，如今债务爆炸，现金流枯竭，留下的只有一地鸡毛。权贵们都已经抽身，老王不过是个用完就扔的夜壶。这是中国房地产的残酷现实。政策转向，信贷收紧，去杠杆化，把一个个巨头按在地上摩擦。今天是许家印，明天是王健林，后天可能是另一个地产传奇。讽刺的是，2025年的中国，连网红罗永浩都能开直播卖货还债，还能东山再起，而身价1000亿的王健林却被法院限制高消费，连飞机都坐不了。老罗能开直播，王健林却只能低调卖广场。老罗能自嘲还债中年，王健林却只能沉默。有人调侃老罗欠的是几亿，王健林欠的是几百亿。老罗还能卖货，老王能卖啥？广场直播拍卖吗？笑话背后是深不见底的债务泥潭。还记得6年前，王思聪也被多次限高，甚至连买机票都受限，被媒体调侃为国民老公跌落神坛。
2025年的今天，他已经彻底消失在公众视野。曾经张扬跋扈、动辄在微博开炮的王思聪，如今静得像一潭死水。父子二人，一个被迫甩卖广场，一个被迫销声匿迹。曾经的娱乐圈大少，如今连热搜都上不去。这就是房地产泡沫崩塌后的家庭缩影，财富在暴涨中耀眼，在暴跌中灰飞烟灭。从表面看，万达还在运营，全国各地的万达广场依旧灯火通明，电影院里依旧有人买票看电影，商场里依旧人来人往。可实际上，那些华丽的外壳背后早已千疮百孔。根据公开数据，截至2024年9月，大连万达商管1年内到期的短债超过439亿元，而账面货币资金仅151亿元。继2025年8月以来，万达就因2起案件分别被北京金融法院、上海金融法院强制执行24亿元和4亿元。其查查信息显示，整个万达系目前被执行金额已超过70亿元，股权冻结信息多达47条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万达早已走到悬崖边缘，现金流像血液一样被抽干，短期债务像定时炸弹一样随时引爆。哪怕再卖掉几个万达广场，也不过是拆东墙补西墙。更可怕的是，房地产市场的萎缩已经让万达的轻资产战略彻底失效。以前，万达广场依赖购物中心、影院和商业地产的租金现金流来支撑，如今消费降级，商户撤离，租金下降，连造血能力都快没了。这不是王健林个人的失败，这是整个中国房地产行业的覆灭。有人讥讽说，王健林被限制高消费没什么意义，因为他的财富早就转移到境外，手里的隐形资源远远超过法院能冻结的那点股权。这话并非空穴来风。公开资料显示，早在2017年，万达大规模出售文旅项目时，大量资金通过境外架构转移。多年来，王健林的家族信托和海外公司布局一直被外界视为财产保护伞。就连王思聪也早已被传言将资产转移到海外，只是低调不宣。这让普通人更愤怒，老百姓买了烂尾楼，还着断供的房贷，被逼到跳楼跳河。而那些地产巨头虽然被限制高消费，但依旧能在海外享受奢华生活。所以，限制高消费听起来像是惩罚，实际上更像是一纸空文。它能限制老王坐头等舱，却限制不了他在伦敦、洛杉矶的豪宅；它能冻结几个公司股权，却动不了已经转移走的财富。王健林的悲剧并不是孤立的，它是整个行业的缩影。回顾过去3年，恒大2023年被强制清盘，许家印锒铛入狱，留下无数烂尾楼。碧桂园2024年债务爆炸，财报巨亏1000亿，股价暴跌90%。融创靠着地方政府托底勉强喘息，但依旧深陷泥潭。万科2025年传出负债接近1万亿，利润大幅缩水，被网友调侃宇宙第一房企也要它。这些名字曾经都是行业巨头富豪榜常客，如今却成了破产、债务、清盘的代名词。这是一场房地产的灭顶之灾。数据显示，2024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滑 8.5%， 创下10年来最低。1、2线城市房价整体下跌 5% 至 10%， 3、4线城市更惨，部分城市跌幅超过 20%。 房地产企业的债务违约规模，仅2024年就超过 1.5 万亿元。王健林只是这场海啸中的又一块碎片。有人说这是个人选择问题，有人说这是市场规律问题。可不管怎么解释，现实都无情地像一记耳光。曾经，中国首富们的财富积累，
依赖的是房地产疯狂扩张、金融杠杆加持、政策红利堆叠。只要土地不断上涨，他们就能无止境地滚雪球。但如今，雪球不再滚动，而是开始融化。王健林、许家印、杨国强们都是在这个游戏规则里纵横一时的玩家，可当规则改变，他们就成了被清算的对象。这就是宿命。历史上每一次经济泡沫破灭，都会带来巨头的陨落。90年代的日本地产大亨们，2008年的美国投行们，今天的中国地产商们都没有例外。王健林的老赖身份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，它是整个时代的讽刺。最令人心痛的是，首富的倒下，最后买单的却不是他，而是普通人。那些买了万达广场商铺的小投资客，期待着包租10年的暴利回报，如今却面临租金断供、商铺空置。那些被地产泡沫吸引进来的中产，房价下跌，贷款压身，资产瞬间蒸发一半。那些依赖房地产就业的工人们，失业潮一波接一波。据统计，2024年房地产相关行业建筑、装修、建材累计减少就业约300万人。全国有超过5000个烂尾项目，涉及购房者人数超过800万。房贷断供案例在1线城市都频频出现，2、3线城市更是比比皆是。相比之下，王健林被限制高消费似乎还算奢侈，因为至少他还有转移出去的财富，还有隐形的资源。普通人呢？很多人连维权的渠道都没有。完了，王健林也成老赖了。这一幕看似突然，其实早就埋下伏笔。恒大出事的时候，很多人还称赞王健林有先见之明，可今天回头看，个人努力在时代洪流下真的微不足道。房地产的黄金时代已经彻底结束。昔日的首富，今天的老赖；昔日的广场帝国，今天的债务泥潭。财富的幻梦就像一场烟花，曾经耀眼，如今灰烬。有人说这是市场规律，有人说这是政策转向，但无论如何，这就是现实。而最残酷的是，在这个轮回里，巨头还能抽身，普通人却连退路都没有。